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忆？女亦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。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国人大多数都学习过这首《木兰辞》。在期待了半年之久后，由于疫情的原因，日本电影院最终没有上映，我没能有幸到电影院观看电影，只能在迪士尼的流媒体上观看了这部电影。但是看完以后，我只能说我很幸运没有到电影院送钱，因为对这部电影我真的喜欢不起来，甚至可以说是大失所望。如果问我为什么不喜欢迪士尼的花木兰，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中华文化交给老外来拍，所以我不满意，否则当初我也不会那么期待了。我当然明白迪士尼所塑造的花木兰呢，它不是我们历史上的那位巾帼英雄花木兰。迪士尼的花木兰是迪士尼的公主花木兰。迪士尼公主的定位，这就是拍给孩子们看的，是合家欢电影。但是恕我直言，迪士尼最一开始启用花木兰就是为了迎合亚洲市场，所以这才是我不认同这部电影的原因之一。为了迎合亚洲市场，拿出了花木兰，却完全不尊重中国的文化与历史。我本不想把一部电影上升到傲慢与偏见的地步，但是事实上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充满了傲慢与偏见。在历史还原度方面，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恭维。本该出现在宋元时期，南方福建的土楼穿越到了几百年前的南北朝，南北朝的历史背景呢，却穿着唐代以后才出现的服饰。李连杰更是穿着明代以后才出现的黄袍。花木兰拿着具有很强明清风格的武器。这些服化道的不考究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看，或者去看看 BA 大大的视频。2亿美元这么大的投资，咱能不能拿出点预算，找几个中国的历史学者取经，哪怕买2本初中历史书，再买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手册，也不至于拍成这样。要知道花木兰是迪士尼公主里面唯一一个和史实挂钩的，剩下的都是格林童话、安徒生童话和民间故事改编的，所以唯一一个历史真实人物，咱们能不能稍微考究点？其实一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，说实话我有些惊喜，因为竟然几乎是中国或亚裔演员，没有为了政治正确让黑人去演花木兰。因为这部花木兰的目的，它就是为了迎合亚洲市场。诚然，在观看前我做好了迪士尼会夹带私货的准备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偏。直到最后啊，我看到了这个皇帝造型的时候，真的接受不能，原地爆炸。这不是傅满洲吗？好吧，也许是我反应过度吧，也许吧。这种成片对得起当初的宣发吗？个人认为最大的歧视啊，不是来源于偏见或傲慢，而是无视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同学或者同事在一起呢，或工作或学习了很久，却连对方的名字都记不住，每次都会叫错他的名字。这是因为我们压根心里就没在乎过他们是谁，所以更不会在意他们从哪儿来，更别提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。于迪士尼最可恨的就是还要做一碗盖浇饭送给他，告诉他这是我根据你的口味做出来的，你一定喜欢。你看这饭它是多么的香，这碗它又大又圆。最后我不太满意的一点就是木兰辞所代表的精神呢，便是孝敬与忠诚。尤其木兰替父从军，完美的体现其对父母之爱心与对祖国之忠心。木兰的精神呢，实际上高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。木兰辞所产生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，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。我理解并且明白100个人的眼中有100个哈姆雷特这个道理。迪士尼固然可以在原作的基础上做自己的解读，但是咱不能跑得太偏吧。既然要赚亚洲市场的钱，赚中国的钱，就要尊重我们的文化吧，而不是对我们强行进行文化逆输出，还美名其曰这是最符合我们口味的盖浇饭。我也看到了一些人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一部电影而已，没必要上纲上线。但是请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我拍一部圣女贞德，然后让英法100年战争时期的圣女贞德穿上古罗马的盔甲，拿着亚瑟王的咖喱棒，宣扬举与刀的精神，那欧美人他能接受得了这样的圣女贞德吗？尽管我们知道这只是一部迪士尼公主系列电影，是虚构的，但这些场景将作为对那些真实历史人物的印象，活在我们共同的文化认知当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文艺创作者有责任在塑造活生生的历史真实人物时，保持他们角色在历史中的基本真相，让后人站在基本真实的角度去理解他们。最后呢，不想说文化自信
心的第一步就是敢于对误解我们文化的人说不，让他们知道如果不尊重我们的文化，就不可能在中国掐烂钱。本期加更的这个视频呢，也确实是我看完电影之后的一些个人心得，有些不吐不快。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也请一键3连，你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